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俄乌战争进入第710天，先来看看战场上的情况啊。巴木特前线从前天开始，乌军在南翼的库久米夫卡打起了反攻啊，而且原本看起来似乎规模不大，却取得了十分大的进展。根据俄乌双方的信息，俄军被赶出了库久米夫卡西北部的一个据点，迫使他们退回到郊区。乌军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与此同时，乌军在巴木特西北也同样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将俄军向后推了500到1000米，重新控制了博赫达尼夫卡的一个战略要地。目前，博赫达尼夫卡定居点内的战斗仍在进行，乌克兰军队处于优势地位。东部前线，俄军对塔巴伊夫卡村的占领尚未完全得到确认，无论是俄罗斯官方还是挺俄博主都没有提供视觉上的证据。不过地理定位画面显示，俄军出现在塔巴伊夫卡东北的 M66 高速公路上，证实了俄军确有推进。阿夫迪夫卡前线沉寂了数天的北部发生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战斗，现代化武器对苏联红军人肉冲锋，结果乌军第47旅的集束炮弹、布拉德利战车25毫米加农炮、无人机精准打击，瞬间把人肉冲锋变成人肉。在阿夫提夫卡南部，俄罗斯军队设法控制了一条树林线，迫使乌克兰人退回到了先前控制的防线。但前泽尼特空军基地仍在乌军的控制之下。第聂伯河前线，民间和俄罗斯的消息来源都证实，乌军在克林基西部取得进展，同时也进一步的控制了第聂伯河的补给线和其在左岸的分支。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俄军耗材依旧成批死去在另一边，绍耶古在昨天的一个军事会议上称，单是今年1月，乌军就损失了23000多人，武器超过3000件。对此，我只有一个评价，其实也不是我而是普里戈金还没出事之前说的。如果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乌克兰早该被灭了几回了。值得一提的是，微笑男孩没有出现在昨天的会议中。昨天在电报群军事博主一个尚待进一步证实的消息，被记录的伊尔76运输机里有俄军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大将的遗体和前去接他的遗体的副参谋总长布尔金斯基上将及随行高级将领，如今他们也变成了遗体。该信息称微笑男孩1月4日晚被乌军的法国导弹击中后重伤，被送往罗斯托夫军医院，经莫斯科派去的高级医疗专家医治无效，于1月6日身亡，遗体被存放在太平间，并严密地封锁消息，直至转运坠机。这个消息比较劲爆，但还缺少足够的证据。针对目前流传的扎茹日尼即将辞职的传闻，乌克兰国家安全防务委员会秘书奥列克西·丹尼洛夫表示，迄今没有关于武装部队总司令辞职的文件。此外，2月2日泽连斯基召开了期待已久的最高统帅部会议，扎日内出席了这个会议。乌克兰外交部长库莱巴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说，克里米亚大桥仍然没有倒掉，是因为乌克兰没有摧毁他的武器。然而在他被摧毁的那一天，这一事件将庆祝，不仅在基辅，个人十分确信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违章建筑被拆除是迟早的事情。保加利亚证实已开始向乌克兰转让100辆 BTR-60， 立陶宛新军援抵达乌克兰，其中包括了引爆系统和反坦克榴弹发射器的数千发弹药。在3月前，欧盟只能向乌克兰提供承诺的100万枚炮弹中的一半，但欧盟的弹药生产能力将在2024年达到140万枚，2025年达到200万枚。德国联邦议院批准了本年度的国家预算，其中包括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金额为 7.6 亿欧元。昨天提到的一名俄罗斯将军在乌军对贝尔贝克机场的袭击中丧生，已经得到了证实。根据俄罗斯的公开报道，10名俄罗斯军事人员被清除。
包括航空中队指挥官亚历山大、塔塔林科中将。许是春节要到了，最近的好消息比较多，有点春回大地的感觉了。戴安娜·萨维塔呼号蛇，36岁的德国公民啊，国际军团志愿者军医，为乌克兰牺牲。戴安娜在全国战争开始前搬到了乌克兰，她学会了说乌克兰语，并申请了乌克兰公民身份。乌克兰民族将永远记住你，我们不会投降。他的司令官写道：乌克兰军人向阵亡牺牲战友致敬，荣耀归于为自由和乌克兰献出生命的英雄。普京说 T90 坦克是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当它进入阵地时，敌人就没有机会，也没有办法对付它。要么是人们呢欺骗了他，要么是他在欺骗人们，又或者二者兼有。一个国家的灾难呢，往往是从这里开始的。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最新的哈以战况。一，以色列士兵带领加沙人前往检查站，查明他们是谁，如果被认为是平民，会让他们前往安全区；如果哈马斯成员，则立即逮捕。二，越来越多加沙平民开始清醒了，他们聚在一起高呼：我们不需要哈马斯野狗。超过一大半哈马斯成员已被消灭，大量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对死后领取72名处女失去信心，而自动脱离哈马斯组织控制。余下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大多各自为政，哈马斯头目们四处躲藏连对外打电话都不敢。指挥系统已基本失灵，上千名哈马斯分子则以联合国援助人员身份控制援助物资。加沙平民得不到国际援助物资，整天只能挨冻受饿呀！而且他们已经明白自己的苦难完全是哈马斯一手造成的。即如果10月7日哈马斯组织不主动对以发动战争，他们就不会过上今天的苦难生活。奇怪的是，二战以来，许多巴人总认为以色列人好欺负。三，以色列官员驳回了对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暴力的担忧。此前，以色列因4名以色列定居者破坏和平、安全与稳定而对其实施制裁。事实上，实施暴力者基本上都是巴勒斯坦人，而不是以色列人。四，卡塔尔官方表示，哈马斯对停止加沙战争的提议做出了积极回应，但最终协议还需要几周才能达成。五，据伊朗半官方新闻网站报道，一名驻大马士革的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军官兼军事顾问在以色列针对叙利亚首都南部地区的导弹袭击中丧生。另还有3名亲伊朗武装人员在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以南的袭击中丧生。六，捍卫返回权最高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里安表示，暂停向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使难民问题处于重症监护状态。由于已有10几个西方发达国家决定暂停提供援助资金，这相当于集体惩罚并试图剥夺700万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乡的权利。问题是，人家援助你并让你有饭吃，不是义务也不是责任，你花人家的钱，吃人家的饭，不仅没有半点感恩之心的，却还天天的到处惹是生非，杀人放火，天下竟有这种人，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啊！七，伊朗则轰炸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一处地点，声称该地点是以色列的前哨基地。八，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成员穆罕默德·阿里·胡塞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对红海和阿拉伯海的军事化已演变成了该地区的大范围的战争。他还说，对也门的袭击的目的是保护以色列实体，并支持其在加沙继续犯罪和种族灭绝。到底是谁在搞种族灭绝九，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表示，伊朗不会发动战争，但会对任何欺凌他的人做出强烈的回应。此话背后信息不小每一大战一触即发呀。10，网友问，为什么伊朗卷入这么多冲突？有人说，自197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接管伊朗以来，该国的伊斯兰革命政府一直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雄心，
想成为塑造中东未来的主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伊朗希望以色列变得更弱，希望美国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几十年后离开。为了实现地区霸权并维护神权政治，伊朗在军事、外交和经济3个方面采取应对措施。过去1年里对外更加的强硬，尤其是在哈马斯于10月7日发动袭击之后，但其经济及军事实力相对并不强。当年与伊拉克开战多年，未能取胜，低能者却有巨大的野心，后果不堪设想。对此怎么看？答：不必在意，自古以来由此引发的悲剧很多节目最后又到了有所期待的时候了。一位诗人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远方。但同样的远方，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过法。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我没有诗远方，只有眼前的苟且。曾经一个胸怀家国天下的热血男儿，现在却混成了为温饱而不断奔波的中年汉子。为了能在这个城市中生活下去，我几乎放弃了一切的休息时间。生活重压之下，似乎发视频成了我唯一的一个减压口。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休息日，没有节假日，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活着，拼了命的用尽全力活着。临近春节大雄向大家讨要一些打赏，向朋友们寻求一些帮助。虽说有些讨人嫌，但也是无奈之举。有时感觉活得像个蝼蚁，但我也很赞同一句话：生如蝼蚁，当存鸿鹄之志；命如纸薄，应有不屈之心。若没有躺赢的命，那就站起来奔跑吧。大雄认为，为正义发声也是向邪恶亮剑。你说呢？2023年，感恩与朋友们同行；2024年，期待继续与大家作伴。